这个一进来就是很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这边是主客厅，这应该是第二客厅或者叫偏厅。到了第三个客厅空间，这个空间我喜欢，这个是偏女性一点的状态，感觉是贵妇的空间。对，真正的贵妃椅在这里。这边是书房的空间，对吧？升四台、五台都有几个位置可以写作业。你后面有功课了。这个是御宝室，放你以后的宝贝的。哇哦，这种状态就好像是进入一个古堡。哇，影音室天花太漂亮了吧！它也是达尼洛的涂料去做的呈现。哦，这边其实我们是参考一个凡尔赛的进宫。这个房间我特别喜欢。这个也是很有巴黎丽兹酒店的状态，非常丽兹。哇，梦想中的淋浴房，你全家都可以进来，还可以生3胎。其实这几年法式特别受欢迎，但是怎么做出真正意义上正统的法式？今天我们用一个空间给大家讲明白。欢迎大家。这里其实相当于是模拟了大宅入户门厅的状态，是不是？其实像这种接待厅就是法式大宅里面的，有点像前奏跟餐前酒的感觉。它兼顾了一些礼仪啊、接待的作用。Pre-drink 一下。对对，然后可以看这个接待台，我们是解构了整个巴黎的凯旋门，这4个柱子就代表了巴黎的过去、现在、未来跟永恒，踩在了巴黎的整个历史时间轴上面。OK， 不倒的法兰西。这边呢？这个壁龛，你看它是强贵一体的，也是法国人非常愿意去呈现自己的一些艺术品。客人一到家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收藏，可以把客人镇住。对。这里还放了一个黑胶，可以先听听音乐，也做出了那种酒店大堂迎宾的状态。对。这里相当是一个入户玄关，非常大气。我们现在园厅里面放了一个艺术装置，可以稍微的去缓冲一下整个园厅的动线。在这条走廊来说，它也形成了一个视觉焦点。这个就是我们用马赛克去打造的一个克林斯柱，是古希腊的3大柱石之一，还挺凡尔赛的。这个墙面我们用的是生命之石莱姆石，其实里面都是几亿年前的一些贝壳啊，包括海底的一些生物，它是有一种历史感的，是很有情绪价值的。这些材质的选择还是有技巧在这个里，就是一定要让客人包括自己回家的时候有这种非常尊贵的感觉。是的，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个房，整个地板也还是拼画的，都是法式的一些很经典的元素。里面有一个很温的柜，用了2个 Petrona Floor 的沙发，氛围会营造得更到位一点。然后这边其实我们是做一个香奈儿风格的楼梯间，这个黑白格的大理石的地砖跟我们整一个手工锻造的巴洛克式的铁艺楼梯，就有一种 Coco Chanel 的感觉。对于法式别墅的业主来说，他可以去参考楼梯的一种很优雅的呈现方式。是的，这是一条很法式的走廊。对对，它其实整个参考了巴黎的丽兹酒店的整一个长廊，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一些贴金箔的这种工艺在上面摆放的，这些都是独立的艺术品，看起来又是很整体的一个美学的享受。这边是主客厅。是的，参考了一些古典法式的风格，比如说有一些凡尔赛宫的一些繁华的元素啊，我们用在这些石膏的雕花上面。这个一进来就是很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客厅它就不像中国人有电视，而是它会有一个壁炉，就是一家人围着有交流有互动，或朋友之间来了之后有这种所谓的社交属性。对，家具软装这一块，大家不是也喜欢这种现代法式结合中古的这种碰撞？那像这个壁炉就做的相对会厚重一点，它应该是一整块大理石雕花的，它是用了一个卡拉白的石材。对于那些不想做真火壁炉的话，这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业的方式。对对对。那我们看大的做法有哪些大家是可以借鉴的？我们整一个这边的门和窗都是最接近1:1.618的黄金比例，是为了想延续法兰西建筑的挺拔感啊。这个是选用了一个天鹅白的混油，还有一个赤土棕的轻油，可以在一种法式的柔和跟一种相对庄严的感觉里面去做一个碰撞，特别协调，整体的质感也做出来了。这应该是第2客厅或者叫偏厅，就是自己家人在小聚的时候的一个空间，它可能更加的亲密，用了一些互动式的家具去呈现。这沙发就很符合现在大家喜欢的老前锋的那种，它的材质整个看起来也比较柔一些。是我其实有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对角线两边它其实是2种不同的材质，
这边应该就是偏混油，就摸起来像 baby 的皮肤一样，很润哦。然后这边我看到有一些木纹的一些肌理感，这个就是清油。我们其实是把整一个空间区分成了左岸跟右岸，还是有把巴黎的这种浪漫展现出来。左岸应该就是偏文人气息的这种优雅的状态，是的。然后右岸就是相对比较先锋、比较时尚的一种状态。OK， 到了第3个客厅空间，这个空间我喜欢，它这个应该叫白橡木是吧？对。然后点缀了一点点粉色，就很俏皮的状态。是的，其实是把一个柔砂棕跟花园粉做一个结合。柔砂棕呢是取自阿尔卑斯山脉里面的一些元素，花园粉是来自于塞纳河畔的花园，这个洛可可风格的壁炉，其实有一些自然的元素。整个空间我们是希望它从雪山到花园到自然是充满生命力的。我们看到法式的这种墙面，其实你去挂一些艺术品或艺术装置，其实它呈现出来效果也特别好。它没有过多的用一些雕花去呈现，反而是用这种接近于建筑外立面偏几何的方式。一方面它可能不容易过时，另一方面它更符合我们当代喜欢法式的状态。其实就是说明那句话嘛，我们时尚意识风格永存。这里的吊顶又是另一种呈现方式，你看它收口的位置那种见光不见灯的状态，它整体营造的这种氛围更待得住，更加舒适温馨。这个客厅又是另一种感觉了，这个是偏女性一点的状态，感觉是贵妇的空间。你看它具有很多线条感，非常优雅，很贵气，真正的贵妃椅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的柜体也是采用了一个雪山白的轻油的一个工艺，上面也搭配了一些面料，所以整体它其实也非常优雅。这种开窗方式就感觉是巴黎街头会看到的那种状态，又有一点香奈儿的感觉了。是，这个空间在材料的选择也是很丰富。我看到天花你们是用了艺术的涂料，它也是达尼洛的涂料去做的呈现。我觉得都做出那种类似于油画的那种肌理感了，是的，对吧？那像这一种工区在法式大宅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空间。他们其实会在这种台上面放一盆很大的绿植。对，这地板我喜欢。我们所有的大宅里面地板用到的都是富德利的，也是专门做法式的地板。他们橡木地板产品也都是远销欧美的。我觉得它不同的拼接方式还是能带来一种不同的情绪状态。其实有很多不同拼接方式的款，去衬不同的空间。OK， 这边是来到一个相当于是书房的空间，对吧？对，其实法国人对书房是非常重视的，尤其对于像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它尺度够大，而且你看它整体的功能不同的呈现，升4台5台都有几个位置可以写作业。你后面有功课了。这边过来是西餐厅，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它有一个莫奈花园的感觉，它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去做一些搭配。这个西餐厅做出了一种户外生活方式的状态。地面是马赛克吗？千纽格哎，有很多人到这边都会说我们好奢侈啊。这里是中餐厅，我就是最怕设计师或者是业主作为中国人，然后为了做法式，最后失去了自己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圆桌的呈现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结合两种生活方式。这个空间其实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线型跟立面，打造了一些不同的层次感。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圆拱形的玻璃门，还是这个内嵌式的壁龛，都可以体现出更加纯正法式的一种感觉。餐厅是家人交流或者是会客最多的一个地方，做的相对丰富一点的话，它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在这里去呈现。这边进来是西厨，整个西厨其实你可以看这个岛台，我们做的非常大，特别是匹配上这个小窗，它一下子调性就起来了，有这种法式田园的味道。然后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岛台，它上面是用了灰木纹的大理石，下面是用了木座，大理石的光泽跟木座的温润结合到一起，所以整个岛台其实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饱满的。那其实像我们中国人自己本身也有一些不是太重油盐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是潮汕的，我的妈妈他们也会去做一些面食类的东西啊，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烹饪场景。这边是中厨。这样就把它做了一个区隔，两边都互不打扰。然后我们把它的油烟机全部都用木座去做了一个包裹，整体看起来不会特别的突兀。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品酒吧，法国人很喜欢喝酒，不管是餐前餐后都喜欢来一杯威士忌。它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站立的吧台嘛，就比较随意一点，我们可能稍微聊一下。所以走到哪都有能喝酒的
状态。这个是玉宝室，放你以后的宝贝的，就整个是隐藏式，你完全看不到。哇哦，这相当于是一个密室了，放古董，放藏品。是的，而且你可以把这个空间做成恒温恒湿嘛。这种状态就好像是进入一个古堡的老钱的味道。是的，一定要有一点诚意。做旧，你看我连鞋子都有做旧。哇，这边是影音室是吧？对，这沙发也太舒服了吧！我感觉就可以在这里看着，今晚就在这里睡就行。而且这天花太漂亮了吧，这颜色。一个湖水蓝，它也是达尼洛的涂料去做的呈现。哦，它肌理感特别好，这个颜色可以借鉴。这边其实我们是参考一个凡尔赛的进攻，它有一个让视觉延伸的效果，用了很多橄榄绿木作，配合上这样的壁画，很优雅又有自然的状态。这个房间又是另一种呈现方式，整体的这种包裹感跟违和感我特别喜欢。可能是现在有了小朋友之后，感觉整体的内心变柔软。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借鉴的。然后两边是做了隐藏门，相当于藏了衣帽间跟淋浴房。它里面相当于也是个家政间，这个里面的颜色就非常舒适了，它是一个秋日暖菊的一种感觉，非常温馨。对于设计师或者是业主，你不知道怎么去撞色，怕翻车的话，我觉得就直接参考原木色跟黑白灰之间的这种碰撞，就肯定不会出错。是的，其实法式不只是有白色的，它用这些颜色也完全不违和。我们看一下卧室，但它框了很多这种大框小框的，它反而更符合卧室该有的温馨的状态。这个房间真的大家都可以完全去参考了，包括它的天花收口的方式，我觉得特别优雅。地板的这个拼接方式也挺好的。对，那么多地板里，橡木地板确实很特别。富德利这种地板纹理很漂亮，能提升整个法式格调的档次。喜欢木饰面的话，做出这样的状态，这个浅花的材质。对呀，你配什么样的家具都好看。是，我们看一下主套的淋浴房。这个也是很有巴黎丽兹酒店的状态，你说的很准，用了很多大理石，这尺度也很好。哇，这个淋浴房就感觉是梦想中的淋浴房，你全家都可以进来，还可以生3胎。那所有的空间看下来，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表面去学怎么做法式这件事情，而是要真正去理解他们呈现的这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跟状态。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去理解法式风格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去抓住它的精髓，其实不是通过各种法式元素去做堆砌的。OK， 好的，谢谢 Chloe， 谢谢安东尼老师。我是安东尼，关注我，助力你过品质生活。